等了900多天 ，DJI Pocket 4终于上市了，到底值不值得买？一句话，等大胜利！因为 Pocket 4直接降价，14690元能买到一台比 Pocket 3还要强的 Pocket 4，不香吗？老板哪有降价？Pocket 3官网现在12390元哎。我说的是跟 Pocket 3刚上市的那一天比，当年 Pocket 3一上市卖17990元，整整降了3300元，一台比 Pocket 3还要强的机器，卖的比当年的 Pocket 3还要便宜。没错，我们这集要先用价格这个观点来看待 Pocket 4这台机子。先讲个股，其实 Pocket 4这系列我有买过2代，当时算是蛮新的产品，但是其实不太好用，萤幕太小了，所以我直接把它抽出去了。所以3代的一开始我也没有买，但是有一次阿红跟我说这个 Pocket 3有多厉害的全功能齐全，只差不能防水，我才赶紧去查看我们的库存。靠腰嘞，就算 DJI 完全不让我们上架虾皮，光靠 Q 哥的50家门市销售，库存上下翻遍，找不到一台 Pocket 3，通通卖光光，一台都找不到，要调货也调不到。啊，结果你最后在哪里买到？哦，我从华侨美带一台水货回来。那个时候 Pocket 3推出时的单机定价是17990元，而这次 Pocket 4的价格是14690元。虽然你可能说在台湾有货物税调降的影响，但 DJI 在中国的人民币定价也是3代3499元，4代2999元。这个价格放在现在全球3C 飞涨的时代，还持续卖爆的 Pocket 3所推出的下一代，居然还降价了3300元台币。但我觉得最夸张的不是这个，在 Pocket 4宣布开卖的当天，DJI 的中国官网直接宣布了未来即将上市的 Osmo Pocket 4P， 多了一个 P。我就问到底是学 Pro 还是学 Plus 啦？老板，别人频道没人敢讲这个怕什么？不业配不广告，是我们对专业开箱的态度，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哦。那你知道这种瞎爆的情况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嘿，我们终于推出了 DJI Osmo Pocket 第4代哦，大家快来买哦！好像真的还不错你真的要买？我是说，再过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会出一台进化版 Pocket 4P， 多了一个 P 的。不是这台4代看起来就很不错，我想买啊！不要什么，我有钱，我想买，它看起来就很好。因为我觉得你会嫌它不够好，我会觉得你会嫌 Pocket 4不够好，所以我们还有一台更强的 Pocket 4P， 所以这台 Pocket 4的价格就降到了14690元。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。原本17990元的价格，应该就是给这台 Pocket 4P 的，加上因为新款而降价的 Pocket 3是12390元，那 Pocket 系列全产品线似乎就更明朗了一点。怎么会有一点苹果的味道台湾这次有2个版本，标准套装是14690元，全能套装是18590元，不到2万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。大家好，我阿红啦，今天要开的是官网挂缺货但 Q 哥有货的全能套装，这套18590元，秀啦！我当时买 Pocket 3套装的时候要2万1耶，傻眼猫咪。来看看里面有什么，不啰嗦就2包，其他没了。康康，这是给一个小袋子，里面一堆纸，然后就是这个 DJI 经典包 ，Pocket DJI Mic 都是用这一款。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包蛮占空间的啦，里面还有很多哩哩扣扣，什么兔毛线灯呢 ，Pocket 4登场，看起来就跟3代差不多纹路不一样啦，2只比比看，就换屏吗？也一样有小方块，一样有迷你三脚架，装上去也差不多。奇怪，怎么都没有惊喜才刚讲惊喜不就来了吗？这次多了一个小补光灯，做的蛮精致的，可以弯来弯去，然后还有这个 DJI Mic 3发射器，这是什么？充麦克风的。为了这个麦克风多配一条线，精湛，其他没了，康康。那14690元的 Pocket 4带来哪些升级？首先，当然是最佛心的容量，直接加到了107G。我原本是奇怪为什么不是128G，但其实扣一扣 OS 和进位置换算等等，感觉可用的也差不多就107G， 有诚实有给推。那像 iPhone 256G， 扣掉一些哩哩扣扣，可以用的也才220G， 那也是标榜的256G。而在这新增的107G， 还是有搭配最高每秒800MB USB 3.1的传输速度。我的老天鹅各位！iPhone 17还只是 USB 2.0 而已耶。如果你嫌107G 不够用，倒也没关系，把这个盖子打开就有一个卡槽。盖子在哪里？盖子打开就有一个卡槽，你想要插几 G 就插几 G。只是我好奇这个盖子什么时候会被我们的团队弄断？哪那么容易弄断那拿到 Pocket 4当然是要来拍拍看 vlog 我来看一下白天的月津港到底。我们来到这座台湾最古老的城镇之一盐水。
所谓一府二路三艋甲4月经的月经港就在盐水，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享誉国际的盐水风炮和过年时的月经港灯节。通常我到盐水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找家盐水意面来吃。来吃这间阿喵意面，4.2颗星，1573个人评分。这要写在排队吗？好啊，那样。那你在吗？等面的同时来试试看 Pocket 4这次的2倍无损放大。这个放大我觉得比 Pocket 3的中焦模式还好用有实体按键可以按，录影时想放大就放大。虽然4倍是数位变焦，但我也不是什么画质控，疯狂变来变去好爽啊！面来了，这个面吃第一口就非常的赞，面体 Q 弹，肉燥很香哦，拌在一起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来到八角楼，结果还在装修进不去。你知道现在装修中要怎么办吗？Pocket 4里面有4倍镜，我用4倍镜拍，只能用4倍、2倍拍一拍。4倍镜强不强啊？八角楼早在清朝时就盖好了，它特别的是闽南建筑少有盖到2楼的，在日本时代还有日本亲王住在里面过，还有纪念碑，但是今天可惜进不去。我们如果影片想要红的话，我们现在就爬进去了。好，来到了我这次最爱的2个按钮。变焦按钮和自定义按钮，变焦按钮可以实现2倍、4倍的变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 Pocket 4搭载的是一块约3700万画素的1英寸感光元件，可以4K 画质，并在透过传感器裁切的方式下实现2倍的无损变焦。之前 Pocket 3也有所谓的中焦模式，但其实像素量有点不太够，中焦模式也顶多可以说是画质比数位缩放来的好而已，仍然不敢说是无损。但这次 Pocket 4官方可是直接喊出2倍无损啊！你想一下，4K 的画面实际上只需要800万的像素，这次却塞了约3700万，多出来的像素就是无损变焦的底气。但这里要小心，如果是4倍的变焦，就会变成纯数位的变焦，画质绝对会掉。再来，新增的第2颗按钮自定义按钮，我超爱。自定义的定义就是自己定义，按1下、按2下、按3下各是什么样不同的指令，你可以拿来控制拍照、控制云台翻转、云台置中、开关补关灯等等，大部分人都拿去做拍照键了。你不得不说，1英寸的 CMOS 不拿来当相机使用，还真的有点可惜。Pocket 4的确是蛮适合拍照的，我们团队也拍了一些照片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再调一调色就很棒了。但 Pocket 4的外形可不像一般的相机啊，能不能取代1英寸的小相机或者 iPhone 那种拍照时的仪式感，我不知道。女生出去玩会想拿 Pocket 4拍照吗？还有一件事情，保护壳取消了，我个人是蛮开心这件事情的。Pocket 3的保护壳说实在有点重，上礼拜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塞了2只 Pocket 3进包里，不带保护壳。而这次 Pocket 4改用了这个云台夹，就是可以一个固定在云台的小工具，装上去是蛮牢靠的，云台断头的几率会小了非常的多。照着官方的方式也很好拆装，这点我很喜欢。但是它就小小的一个，其实很容易会不见。像我们的团队已经弄丢了一个。如果这个云台夹不见了，我建议你是把这只装进它的独立包里面，自己单独的去装，避免这个轴承损坏掉。但是我的 Pocket 3到现在都没有坏掉过，所以它会不会坏掉，我是觉得可能不会哦。但我还是仍然期待有一天 DJI 能把它做成走手的模式，像手持稳定器那样子，那一定是一个很棒的设计。而这次装了原厂的增广镜，后镜头还是一样会卡住，收不回去，这个没有变。但如果是使用较薄的滤镜，像我这片黑楼，在3代是收不回去的，会卡住，4代倒是有机会收得回来，给个赞。收得回来，我也忘记带那片黑楼了，没保护壳，我是要把滤镜放在哪里啊？然后我们继续在盐水里面乱绕，永城戏院今天都没有开，可是今天都没有开。突然被几个地方耆老叫去泡茶，他们真的从很远的地方就在喊我们林鹤，我们完全不认识。哦，这就知道盐水人有多好客。刚好我们来测一下 Pocket 4的收音，顺便问一下他们盐水当地的事情。哦，咸水多足久啊，我拢无猜啊，土生土长的啊，土生土长，我有一阵心名哦。去执行400几栋啊，交恁台南400几栋哦，交恁台南延平天河宫，甲恁的官方的水电大天河宫，安尼吼，拢平起平坐的，我拢有咧联络啦。所以即摆嘛是阁有咧办红跑。有啊，你若元宵节每当的14、15拢有。哦，你明年你就来留这个啊，阮囝可能要绑一首，迄个45笑的，翻过2条公路的啦。迄顶悬拢用迄个电子的呢，试了尔就走啊。伊若要来7只放，我带你入来7占好位。你毋免。伊咸水即摆安尼，甲恁细汉的时阵差足济哦。哦，差足济，阮遮人口怎么减偌济呢？阮遮较早日本时代的人口就5、6万人啊，较早足偌济咧。较早嘛有咧放红跑。
有啊，伊迄放光炮就较早吼，放光炮的由来就是哦，较早阮遮都有人着瘟疫去死几万人的咧，7、8千人，算公共情啊。日本时代，我迄阵医也无好啊，到尾啊官邸啊绕境啦，啊出来他早讲伊就泡药啊，泡药啊咧清的煞大好去啊。哦，煞好。所以就逐当拢伊这进国际化的啊。其实我一直觉得 Pocket 系列最好用的一个点就是可以降低陌生人的警觉性。平常拿起相机看到镜头，大家都会很紧张，但像这个 Pocket 4小小一台，对方说不定还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就拍完了。收音不管是别麦克风还是机身收都很优秀，最后聊得很开心，茶也很好喝，感谢招待。Pocket 3原来只可以接2个 DJI 的无线麦克风，但一直以来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当画面中的人想要去跟没有麦克风的人讲话的时候，那可能声音就会变得很小，因为收不太到。而这次 Pocket 4在音频备份里面就可以设定让机身也参与收音，这样就可以收到2个麦克风的清楚人声和机身所收到的环境音。进剪辑时也会自动拆成2个音轨，可以调整成4个声道。这功能超级赞的，解决了以往使用 Pocket 3收音的小痛点。那这次还有另一个很有感的功能，就是 DJI 给了 Pocket 4完整的 D-Log， 而不是 D-Log M。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可能无感，但对于我们这种制作影片的小团队，虽然会尽量使用高档的主力相机来做拍摄，但难免还是会临时需要随身携带的小相机或是 iPhone 来补画面。而多机种就会遇到每一个画面颜色差异太大的问题。对于我们又不是要去拍电影的团队来说 ，Pocket 3的 D-Log M 其实也就很够用了。但这次 Pocket 4换上了1英寸37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，给了14档的动态范围，加上10 bit 的录影规格，有种水到渠成直接给 D-Log 的感觉。Pocket 3即便有10 bit 的录制规格，但12档的动态范围 ，DJI 也很难让它使用 D-Log。更应该这样说，即便在2026年的今天 ，DJI 只给 Mavic Pro 以上的机种使用 D-Log， 什么 Air 3S Mini Pro 5都只能用 D-Log M。那为什么这台趋向消费性大众产品的 Pocket 4可以使用 D-Log？ 我想要嘛 ，DJI 决定从 Pocket 4开始 ，D-Log 直接下放至消费性大众产品的时代已经到来；要么就是 DJI 不认为 Pocket 4只能作为消费性产品使用，像我们这些拍 YouTube 的啊，拍小节目的，使用 Pocket 系列也可以值得使用 D-Log。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很适合测试 D-Log 的地方——盐水天主圣神堂。今天看 Google 地图似乎没开，但还是来碰碰运气。大手饭，我进不去。你好，可以参观吗？结果这里的大哥好心开门让我们进去参观，而这个地方嘛，这里有东方版的《最后的晚餐》呢，还有这3个，好眼熟啊！总之，前人为了在地化做了很多尝试，而且这里真的很漂亮啊！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里拍了一些画面，我也发现 Pocket 4使用手机 App 操作时运镜可以更加细腻，因为这次 Pocket 4的摇杆是可以根据你推动的大小力来实现画面移动的快慢，就类似 PS5 的手把吧。但如果你在机身上操作，只有上下左右4个方向可以移动画面。手机使用 DJI Mimo APP 的话，使用的灵活度大大增加，基本上全方向都可以了。像天主堂这种美丽的天花板，也可以直接运镜运上去。再来说说这个云台后方的补光灯，就这样啪一声就吸上去了。我只能说，实在是看不太懂这个灯。对我们整个都是直男的团队来说，就是它会亮，可以很亮，然后也可以很色，也可以很温，3种变化。但不得不说，直接吃机子的电，我觉得这很棒，省了一个电池。虽然说没有讲颜色性到底好不好，只有说它很柔很美颜，这姑且就是一个会让美亚们很开心的小灯，很普通的那一种。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让我们直男团队比较有兴趣的，居然是这个磁吸接口，看起来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，未来也应该能做很多的相关配件。我们就有想到，在保护壳被换掉了以后，那滤镜其实可以先吸在这个磁吸接口上，还蛮方便的。那就上不了云台夹，小残念。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Pocket 4的低光到底处理表现如何。我们来这个什么地方？18层低。这个世界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暗？随便找个晚上测低光就无趣了嘛，所以我们来到麻豆代天府，这里可是有18层地狱啊！要去地狱是要钱的，但40块很便宜。很暗呢。虽然现在画面看起来好像很亮，但这地狱其实很暗，看不太到同伴的脸那种暗。我拉一下亮度，应该差不多这么暗吧。这段我们是用 D-Log 拍，再做降噪调色，我觉得应该是 Pocket 4最好能得到低光效果的方式。其实这样看起来蛮亮的。对啊，这是2倍，一点都没有低光的感觉。而且你看，它现在连木偶的人脸可以追踪。
不想调色的话，一般模式噪点会有点多，拍 vlog 或许还可以。Pocket 4还有一个低光模式，涂抹感就很重了。我个人的风格是宁愿要噪点，也不要过多的涂抹感，所以我认为 Pocket 4低光环境拍摄 D-Log 大于一般模式大于低光模式。跟 Pocket 3相比的话，一般模式下 Pocket 4只能说是有进步。我们也用 D-Log 拍其他夜晚的场景，其实我也觉得很够用了。这支 Pocket 4是可以拍摄 4K 240帧的，如果剪辑使用30帧可以实现8倍慢动作，但240帧就不能使用 D-Log， 而且会有裁切，画质好不好嘛？只能说有总比没有好，而且还可以使用后置软体去做更极限的操作。我们的摄影师有一个大发现，我看一下他什么发现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开机速应该有变化。就是你说他如果搬比较快，他就会开比较快；他搬比较慢，他就会慢慢开。对，所以我现在直接搬一个快的，搬一个快的。他头好像有转比较快，但是我看起来是正常的开机速。那我现在把它关起来，然后我现在走一个比较慢一点，就是我慢慢开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真的。上面是我们选出对于我们来说有感的更新，当然一定还有其他新增的功能，如6种胶片影调，可以植出很多色彩风格的效果，智慧美颜变水等，都是比较偏后期的功能。这些是我有点不在乎，但或许你会觉得很重要的功能，通通分享给你。最后还是一句话，所以 Pocket 4真的值得买吗？我们团队使用下来的心得是，比 Pocket 3好上不少，有种 Pocket 3 Plus 的感觉。但如果有了 Pocket 3，或许不会想要去买 Pocket 4。但如果你用过了 Pocket 4一段时间，你可能也回不去使用 Pocket 3了。但不管如何，有一点我是肯定的，如果此时此刻今时今日 right now， 我就是想要买一台 Pocket， 不会选择12390元的 Pocket 3，而我会选择14690元的 Pocket 4，而且我还会期待可能会是17990元的 Pocket 4P。等等党的大胜利啊！好哦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帮我们按一个赞，会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按2个赞，继续等 Pocket 4P 吧。